初回古玩街的周良运并不知道，自己刚到这里就已经被人惦记上了。他踱步来到古玩街的中心位置，这里基本全是仿古的3层建筑，而整个古玩街最大的一栋3层楼，便是吉庆堂的所在地。此时的吉庆堂还没有打烊，古玩街的规矩一向都是摆摊的，早上先开门，下午先收摊，店面上午晚开门，下午也晚闭店。这样一来，早市错开2-3个小时，能让那些消费能力不那么强，或者一心想着捡漏的客户，先在早市上逛个差不多。等这些眼巴巴捡漏的都撤了，有消费能力的客户也就不紧不慢的来了。周良运来到古玩街中央，也刚好到了吉庆堂的门口。陈经理此时刚跟几个伙计在后面开完小会，随后便对几人说道：“哥几个晚上没什么事吧？”众人纷纷摇头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没什么事儿。”陈经理点点头：“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就留在店里加个班儿，让外面龙虾馆给咱们送点麻辣小龙虾，再整点儿啤酒，就当是咱们的工作餐了。”吉庆堂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偶尔来了客户，或者来了新东西，需要伙计们加班的，一般不给加班工资，但是店里会管大家一顿晚饭。经理每个月可以从财务那里申请3万块的备用金，加班餐的预算就在这3万块备用金里。陈经理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把这3万块钱备用金花光，一部分拿来请伙计们吃饭，笼络人心，另一部分就悄悄找各种发票，伪造名目，落进了自己的口袋。一众伙计听说晚上陈经理要安排大家吃龙虾，一个个自然是兴高采烈地答应下来。这些伙计大部分都是单身，每天下了班也无事可做，再加上工作轻松，所以大家到了下班时间也都不着急回去，能留在这里蹭顿饭吃打牙祭，自然是最好的选择。就在这时，周良运在门口犹豫片刻，推门走了进来。一进门，感应的门磁便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咚声。陈经理和几名伙计同时看过来，便见周良运面带微笑地迎面而来。陈经理收起心中的惊讶，故作惊喜地迎上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哎呀，周经理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周良运笑着说道：“今天刚到。”说罢，他连忙又道：“我早就不是吉庆堂的经理了，千万不要再这么称呼我了。”陈经理笑着说道：“瞧您说的，您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没少从您身上学经验，叫您一声经理也是应该的。”周良运见他胸前佩戴着总经理的名牌，笑着说道：“小陈，你现在是吉庆堂的经理了。”“对。”陈经理谦逊不已地说道：“您离开之后，店里一直招不到像您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傅，所以就让我暂时担当这个职位。”说着，陈经理故意说道：“哎呀，不瞒您说，周师傅，我在这个职位上，那真的是尸位素餐。我这点能耐您是知道的，跟在您这样的老师傅身边打下手还行，真让我当经理，我哪是这块料子。”言罢，他看着周良运，开口道：“周经理这次回来是来玩玩，还是打算常住？要是常住的话，不如还回吉庆堂，我去找宋小姐说说，看看能不能再请您回来当总经理。”周良运在国外生活多年，古玩方面的经验虽然老道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心机，照国内生意场上的人还差得远。他以为陈经理说的都是心里的真实想法，于是赶紧摆手说道：“别，千万别，我这次回来可没打算再回吉庆堂，所以陈经理也千万不要跟宋小姐提起。”与陈经理不同的是，陈经理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是完全相反，而周良运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一般无二。但陈经理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周良运跟自己一样，不过就是表面虚情假意罢了。周良运越是说不想回吉庆堂，他反而越觉得周良运这次回来，觊觎的就是自己的位子。于是他故作好奇地问：“周经理这次回金陵是什么打算？”周良运如实道：“这么多年四处漂泊，有点累了，所以打算在金陵做点小生意，以后很可能就要在古玩街讨饭吃了，所以就过来吉庆堂打个招呼，以后在古玩街，还希望陈经理多多照顾。”
陈经理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：“周经理，您放心，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随时说话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”说罢，他又问周良运：“对了，周经理，您是打算做哪方面的生意？是文玩字画，还是瓷器古董？”周良运道：“我手头也没什么货源，打算先开个铺子收些东西，收到一定数量之后就边收边卖吧。另外，我对古董文玩还算有些见地，所以也打算兼职搞搞有偿鉴宝，多少能贴补一点儿。”哦，陈经理轻轻点头，笑道：“收东西您是行家，看东西您更是行家，有您的火眼金睛，这生意肯定干得过。我就祝您生意早日起步，蒸蒸日上。”周良运向他拱了拱手，感谢道：“那我就先谢谢陈经理了。”陈经理摆摆手：“您跟我还这么客气做什么？”说罢，他又笑着说道：“周经理，您晚上还没吃呢吧？我让人送了些小龙虾，又炒了几个菜，要不您晚上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吃一顿？”周良运微笑婉拒道：“谢谢，不过还是不了，我一个外人，在这里跟你们一起吃饭不合适，你们吃吧，我再转转。”陈经理笑道：“那行，那我就不硬留您了，有事您随时来找我。”好，周良运道：“那我就先告辞了。”陈经理殷勤道：“我送您。”周良运客气道：“留步，我自己出去就行。”目送周良运的背影离开，陈经理脸上的微笑又多保持了几秒钟，待周良运消失不见后，这才转过身去，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，恶狠狠地咬牙道：“姓周的，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啊！在古玩街收古董，顺便搞鉴宝，他妈要是干起来了，我这张脸往哪放？口口声声说不让我告诉宋小姐，可他要是真在古玩街搞出点名堂，名声起来了，宋小姐说不定自己就知道了。到时候宋小姐万一再屈尊来请他，那岂不是更完蛋？”说罢，他立刻招呼过来几个伙计，叮嘱道：“你们今晚回去就给我联系一些信得过的小老弟儿，姓周的买卖只要是开起来，就轮流给我找茬捣乱去。另外，想办法弄点一般人看不出来的赝品，看看能不能坑他一波。要是能让这姓周的打了眼，不但能坑他的钱，还能丢他的脸，让他在古玩街身败名裂。”其中一个伙计有些为难地说道：“经理，叫几个人找他麻烦简单，可是想拿假货骗他怕是不容易吧？这姓周的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当初他在吉庆堂的时候从来没打过眼。”陈经理也不禁龇牙咧嘴地说道：“妈的，想让姓周的打眼确实不容易，得是1等1的造假高手才有可能唬得过他。”言罢，他感慨道：“古玩街有这能耐的，估计也就张二毛了，这小子做旧绝对是一把好手。”那伙计点头说道：“张二毛造假是没得说，不过这家伙现在混掉了，程五爷身边的红人了，怕是请不动他出山啊。”陈经理开口道：“没事儿，张二毛我还是比较熟悉的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找他帮这个忙。”说完，他立刻掏出手机，给张二毛打了过去。以前的张二毛在他面前要点头哈腰，一口一个陈经理的叫，不过现在的张二毛平步青云了，所以陈经理对他也不敢有任何不敬。电话一通，他便立刻恭敬地说道：“二毛哥，是我啊，陈宇飞。”张二毛嗯了一声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陈经理怎么有空打我电话？”张二毛自打跟了洪武，就基本与古玩街上的人断了来往，现在每天忙的都是洪武那些生意，所以接到陈宇飞的电话也有些错愕。陈宇飞殷勤地说道：“二毛哥，自打您离开古玩街，老弟我是整天盼着您有时间能回来看看，我这儿一直备着好茶，就等着招待您呢。”张二毛微笑道：“行了，陈经理，大家在古玩街也是老相识了，你要有什么事找我就直说，不用在这拐弯抹角的绕圈子。”陈宇飞一听这话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什么都瞒不过二毛哥您的火眼金睛，我打电话找您，是想求您帮个忙，看看能不能帮老弟找点特别显真的仿品，越真越好。”张二毛笑道：“你这是打算坑谁啊？”陈宇飞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没有，我就是想搞点收藏，
买不起真货吗？就搞点高仿意思意思。张二毛语气非常严肃地说道。陈宇飞，我跟你交个底儿，我是跟着五爷做事的，五爷对宋婉婷宋小姐一向非常尊重，你要是敢在宋小姐的店里搞什么用不着的事儿，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。陈宇飞慌忙说道。哎呀，二毛哥，您真是误会我了，我陈宇飞虽然能力不足，但我在吉庆堂那真是一片赤诚，怎么会干有损吉庆堂和宋小姐利益的事情？说着，陈宇飞不敢再遮遮掩掩，连忙道：二毛哥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求您找东西，是打算坑一把之前吉庆堂的那个周良运。这家伙失踪这么久，今天忽然回古玩街了，还说要开店做生意。说实话，老弟，我属实不想让他在我眼巴前晃悠，想早点把他从这里赶出去，图个清净。周良运啊，张二毛喃喃自语一声。对周良运，他自然也是记忆深刻。他知道周良运确实有2把刷子，但此刻他想到周良运，脑子里闪现出来的可不是周良运的个人能力，而是当初周良运曾经打过叶大师岳父萧长坤的耳光。以张二毛对萧长坤的了解，萧长坤心里绝对还记恨着周良运，要是真给他机会报一报当年打脸之仇，说不定萧长坤对自己也会多些好印象。毕竟是叶大师的岳父，找机会拉近些关系肯定是有好处的。想到这里，张二毛立刻说道：既然你跟我说实话了，那我肯定得给你这个面子，而且我也早看这个周良运不顺眼。这样吧，你先盯着周良运，看他什么时候开店，等他把店开起来，你告诉我，我亲自去会一会他。